我记得在来布达佩斯之前呢，中国乒乓球队提出的目标是明年东京奥运会的3个项目，男单、女单和混双必须夺冠，而男双和女双呢是冲击最好成绩。我们现在很高兴请到了中国乒协主席刘主席啊，刘主席，您怎么看我们这一次的包揽？我觉得这次的包揽可能是这么多年来最激烈、最刺激、最有挑战性的一次，因为5个项目我们4个项目是吧，跟这个国外的协会再去对决，我觉得所以这次挑战性更大一些。在来之前呢，你也对队伍特别格外提出了，就是男单和女单以及混双是必须夺冠。咱们就先从这3个项目开始简单的说起啊。我记得在今天这个男单决赛之前，我看你也是特意拿起了这个直板正交的拍子，在同着马林在这个马龙在进行着这个在场上热身，然后呢在上场之前也特意对马龙进行着叮嘱，当时在说什么？因为这场男单决赛，我觉得非常重要，对马龙、对球队，包括对世界乒乓球，大家都拭目以待。因为马龙的成绩是吧，大家都非常了解，但是这次是马龙创造历史的是吧，3连冠，而且又是和这个瑞典选手，因为在比赛之前嘛，因为这个瑞典正交选手打法在世界上现在男子里边，在1线里边还没有，他是独一一个。所以在比赛之前呢，作为我来说正交是吧，他也邀请我过来给他陪练，那我只能当陪练了。在过程当中我也跟他说了，昨天我也看了这个瓦尔德内尔的采访，说马龙很棒啊，马龙4-1有机会赢，但是马龙在决赛当中没有战胜过欧洲人。是吧？我拿这话也激励了马龙。我说马龙，你等于隔空是吧，在跟老瓦在打，也是跟1999年我进入决赛的时候在打。我说我们大家都在看台上来去看你，是吧？是不是能够战胜欧洲人？是不是能够战胜瑞典人？但这场比赛我觉得打得还是非常好，包括他们的场外教练是吧？佩尔森也是我们熟悉的对手，在场上啊做出的应变啊，我觉得反正这场球呢，对马龙来说，他身上的压力我是能感受到的，是吧？不亚于任何一次大赛。刚才下来的时候跟他说，他说他感觉沉重的胃都感觉难受、恶心，他想这种干呕都没呕出来，这样的感觉可能没有亲身经历过，很难去想象。因为在这场比赛过程当中，你的老对手佩尔森就坐在场边指导着法尔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冲动，也坐在场边指导一下马龙？在昨天晚上准备的时候，这个秦指导也这个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说这个主席是不是你可以跟佩尔森去交手一下？我说我还是相信你，但是我觉得在昨天准备的时候是吧，不光准备了对手，秦指导在这方面还是不错。他说佩尔森做教练的话，可能会让他执行战术更加坚决，所以在第3局的时候是吧，0-2这个落后的时候，他明显敢于从马龙正手突破。我觉得瑞典队还是说就是在圈里边一直大家都说欧洲人最懂球的还是瑞典人，是吧？瑞典人重新进入决赛，我觉得焕发起很多大家以前青春的一些记忆。怎么看马龙这次比赛的双冠以及男单的3连冠这样一个伟大的成绩？我觉得分2部分看吧，一个是双打上最主要是让他带一些王楚钦，是吧？这样呢，既能够是吧把后备力量培养一下，带一下，同时呢，也是为明年奥运会团体的男双做一些准备。因为他这个就打1项单打嘛，所以在双打上他带王楚钦拿了冠军。我想更多的收获是吧是在王楚钦身上。作为马龙来说，他还兼着这种单打，但单打挑战性是巨大的，特别是这次抽签是吧，只有许昕一个人在下半区，所以马龙呢要过中国的是吧这2个这个猛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吧？不管是高远也好，还是梁靖昆也好，是吧？都非常熟悉，而且他们去拼马龙的时候，这个承载的压力，是吧？是别人体会不到的，那是技术上的压力。但是在决赛当中，我觉得更多是心理上的压力，因为马龙必须要去面对，是吧？这个创造奇迹，是吧？和去是吧挑战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在比赛之前呢，是吧？我也跟他说，我说这你是无法躲避的，无法不想的，但你一定取胜的欲望，是吧？要超过是吧你身上的压力，是吧？就会成为动力，就看你能不能是吧战胜自己。我觉得今天马龙做到了。刘诗雯在昨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自己在去年的某个阶段曾经想过放弃，你当时怎么鼓励他的？
我觉得每个运动员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嘛，有顺境有逆境，是吧？特别是在这个去年下半年，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嘛，是吧？一些这个比赛当中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个，在痛定思痛，是吧？在低谷的时候反弹是非常重要的，是吧？经过1个多月的封闭训练，在地表12强的时候，他打的还是不理想的，是吧？经过一个封闭训练之后，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和这个李准教练和马林是吧，包括还有混双是吧，带给他的冲击，特别是这次，整个女子上来说，我觉得达到了我们的预期。之前我就说我们要巩固是吧女子的优势，是吧？这个女子比男队应该更有优势一些。这次我们女单上能够4面5星红旗，我觉得完全显示了我们的实力。同时，是吧？孙颖莎虽说没进前4，但是她战胜了伊藤，包括在女双上是吧，能够再次拿到冠军，我觉得应该来说是整个团队是一个大获全胜。应该说，自从混双成为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后，各国对这个项目的重视程度明显的加强了。对，怎么看这次许昕和刘诗雯的夺冠？我觉得许昕和刘诗雯的夺冠是在去年下半年，是吧？这个去年下半年之后，我们就强力推出的一对儿。是吧？一直在从公开赛一直到世界锦标赛再去推的这一对儿，我觉得他们确实承载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一直跟他们这些运动员，包括负责这对混双的马林和陈启就说了，你们必须赢，你们不管什么比赛，不管面对什么对手，你都必须赢。因为东京只有一对儿，我说你要想去东京，你必须想象着每场都是东京。我觉得这么长时间给他们加压，包括一再的是吧，在这种抠这些细节，我们才这个皱皱巴巴的，当时有一场0比2落后4比3赢。如果哪个细节做不好，我们可能都会失败。我觉得这个通过这次世乒赛，我们看到进入奥运项目之后，全世界都会在主攻混双这一项，因为混双可能是中国的软肋，或者以前我们相对5个项目当中不够重视的一个环节，而且只有一对参赛。如果我是别的国家的协会代表，我也会是吧去攻这一项。所以这一项，我认为不是世锦赛拿了就万事大吉了，而是在明年东京，是吧？还是承上启下最关键的一项。从本届比赛来看，哪些国外选手是我们未来潜在的主要对手？我觉得先说女子吧，女子相对还是比较集中一点哈，还是日本队，是吧？还是日本队，但日本队呢，伊藤还是比较突出一点。但是除了伊藤之外，我觉得他们还有好几个选手啊，对我们其实也会有一些冲击的。剩下别的国家，我觉得现在进步还不是特别明显吧。男子上来说，完全是混乱的，是吧？这个是世界性的。是吧？你没法去准备，是吧？原来你准备的一些主要对手，可能根本在比赛当中碰不上，而且不光是世锦赛，可能在公开赛上。现在男线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是一个这种混战时期，是吧？特别是欧洲，是吧？这个里边不知道哪个国家总有1、2个人去冒出来，而且这次我觉得韩国队表现也特别突出，是吧？金哲洙带队的这种作风还是非常顽强，特别是他们。啊，19岁的小将黑马杀入了这种半决赛，差一点杀入决赛。我认为，这样的这种教练带出的队员，是吧？我们要格外重视，因为中国队的眼中不光只有日本队，应该是全世界，是吧？会成为世界的目标，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把世界上所有的选手，是吧，都能够研究细。这次包揽5金，您觉得对于我们明年备战东京奥运会有些什么样的帮助？我觉得有利也有弊。有利的地方就是说，奠定了大家的信心，检验了自己的队伍，是吧？弊端呢，就是说大家的期望值可能更高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变的战略，是吧？5项里边争保3，然后再去想办法去争。因为在比赛当中瞬息万变，是吧？必须有良好的心态，是吧？你。就像世锦赛一样，是吧？我说的能够我们主要拿奥运会的3项，但你打开的时候，是吧？你会把5项全部拿到，所以5项我们都有机会，但同样5项都有风险，我们不能拿着是吧这次的比赛来去衡量东京奥运会，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概念。而且我觉得至少通过这次之后，是吧？队伍上上下下所有的是吧运动员、参赛队员，包括教练员，是吧？都得到了锻炼，都得到了演练，是吧？通过这个，我们更有的放矢的是吧去准备明年的东京奥运。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接下来国乒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明天回国，回到北京之后，我们会马上进入总结，会细致的做出一些总结。因为这次我们男女各参赛6个人，12个运动员，我觉得要做好2部分工作，是吧？一部分总结，是吧？总结这些队员的得失，另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大部分队员可能没有获得冠军，所以对他们的这种是吧，这个内心呀、信心呀、情绪啊，还是有很多低落的运动员。这会儿的时候是吧，我们怎么做好是吧恢复的工作是吧，让他们尽快的能够振奋起来。因为东京的时间就摆在那儿，没有时间让大家悲伤，只能让这支球队越来越强。我觉得这会儿的时候，希望是吧这个球迷啊、观众啊。球队啊，大家多鼓励这些是吧，在赛场上失意的是吧一些运动员。这会儿大家的这种鼓励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动力。好，谢谢刘主席给我们做的这个详细的解读，也祝贺中国乒乓球队。